殿下，紫渊也要走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交集，你也不必再为我费神了。我还是大清储君，往后日理万机，自然无暇牵挂旁人。如此，那我便更心安了。子渊，等京南的长丝花开了，你会写信告诉我吗？不会。殿下说过不会再为紫渊伤神，紫渊亦是。今宵与我魂梦头，共尽天地苍生。似碎是为面具，看破阴谋诡计。故愿秋风吹痛我眼底。夜深路中，休将昨日再提起。苑琴，我们该走了。多谢王公子特地相送，山高水长，就此别过吧。苑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，就算我不愿意承认，我这些年的人生里，最肆意开心的时间，竟是从京南来京的那一年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太子殿下，我今天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，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把戏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然了，我认识你，你和紫渊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已有数座城池被北秦控制，一旦北秦发起突袭，攻破青南山，便可直捣我大晋腹地。将军，经属下查探，所有失守城池的将领，或被暗杀，或被策反。若无详细的军中名单和地图，北秦军定难以做到。必然是以左相为首的北秦细作混入了我军中，窃取了军机情报。可恨北秦人狼子野心！你立即去查所有人的身份与来历，尤其是今年的新晋士兵，绝不能放过这些细作。是，我军中人员的详细信息已大半记录在册。属下定会速速清查。为防万一，我们从京城带回的人也不能放过。是，快去吧。将军，你一路风尘仆仆，要不要先歇息，再看军报？北秦蓄谋已久，两国大战一触即发。此时不但不能歇息，还要加倍打起精神。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。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我与你相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带我来这别致的栖身之地。这是臣起居的地方，
为何要带殿下来啊？别人来的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若是像琳琅一般貌美，又会服侍人，那你可以天天来。你也知道，我说的别人不是琳琅。你和他就是在这里谋划的一切啊？是啊。他到哪儿了？只要离开了京城，到哪儿不都一样吗？你嘴上说不在乎，但却对着陈年旧物在这睹物思人，你还真是口是心非啊！我何时对你口是心非？倒是你，骆明熙，这些年来你瞒我不少。我知道，你这10年来所做之事，都是为了给帝家正名。但我要感激你，感激你这些年来帮我不少，更是要感激你竭尽全力护住了紫渊。太子殿下为紫渊做的事，也着实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！来，敬殿下，凭着一腔孤勇救帝家遗孤于水火，实属不易。骆明熙，你可曾记得许多年前你我下的那盘棋？这枚白棋原本不在这里，不知是谁的袖子碰到了，错了位置。明明是黑棋错了子，是白棋。白棋就白棋，就算棋盘乱了，也还是我胜。棋盘一乱，此局就要作废。何必守着原先的棋局？殿下自有学习帝王之术，难道不懂得权衡和变通吗？骆明熙，你说话从来这么不客气吗？哼。好了，一枚棋子错了便错了，争论又有何意？再来一局可好？不。即便我是太子，你也不肯退让我分毫，从小到大皆是如此。我就这性子，以前不会改变，以后也不会变。海爷，微硕的事儿我没告诉子渊。我知道，你既然能够查出左相是北秦细作，自然也能够查出那日我是因何事被他逼到极致。既然紫渊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任何，那想必你也没有告诉他，他的亲弟弟帝俊言，如今依然活在这个世上。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都没说，我又何必替你出风头呢？不过，我觉得帝俊言的事他有权知晓。我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他，更何况帝静言比起帝子元更加是欺君之罪。是啊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是京城依旧暗潮汹涌，从来都未曾变过。这如今更是北秦犯边，大境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。哎，你看那儿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这是火！公主在里啊！太危险了！公主在里面！
殿下，奴才刚到门口便得到消息，四方馆走水，火势太大，清月军刚刚把火扑灭，北秦的莫霜公主没能救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北秦的莫霜公主被大火烧死了。四方馆走水，未能及时救出莫霜公主。陛下，臣以为四方馆走水，并非偶然。此话怎讲？回陛下，四方馆戒备森严，怎会突然失火？更何况，我们到目前都没有找到莫霜公主的尸首，所以此事不像是意外。如此看来，皆是有心人在布局啊！目的呢？战争。北秦想要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莫霜公主的死，就是发动战争最好的借口。北秦大境必有一战，陛下，北秦想要的不只是西北，而是整个大境。好一个北秦！速派使臣前往北秦，力修邦交，不动兵戈最好。虽然此前种种已经是不宣而战，与其等对方下战书再做行动，不如先发制人，有备无患。是。传朕的旨意，800里加急送往青南城，令安宁严守边境城池。是。翻不来，翻不来，还是舞刀弄剑时候。你呀，总要把性子沉下来才好。要不跟小姐一块钓鱼去吧？钓鱼？算了算了吧。你看我这头上，是不是都闲得长草了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。是啊。好，站住！京城来信。小姐，发生何事？要打仗了。小姐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还有，
太子韩烨将亲自挂帅，出征西北。小姐，猜到了。我在靖南都要出征西北，他作为大靖的太子，必然会身先士卒。小姐，咱们好不容易才从京城这滩浑水里出来，何必再踏进去呢？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自有考量。这一战，我会带着帝家军的遗孤前去，与韩家合心协力，一起对抗北秦。诚然，前路未卜，天下汹汹，可是我们依然还是帝家军的儿女。我们的先辈曾在这土地上倾注过毕生的心血，为的就是天下太平，百姓长安。莫霜一死，加剧北秦危机。如今大靖西北边防只剩下青南与均县两城，青南尚且还有一战之力。如果青南破了，大靖便只有亡国一途。大靖灭了，晋南哪还能独善其身？此次一战，我既是为国，也是为家。小姐，你放心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也别丢下我。你们俩不怕死，便随我来。但此次出兵，我其实是带有私心的。安宁是我此生的挚友，如今他独木难支，我自不能袖手旁观。还有韩烨。冷大人，近日一直未曾看见将军出来巡视，饭菜也都是由您亲自端进去的，不知将军是否身体不适啊？将军身体一切正常，只是他近来都一直在看线报。属下之前呈报过一些关于细作的消息，但一直未曾得到回复。今日我有些新的想法，需要跟将军面谈。将军刚才已经睡下了。他说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能擅自入内，否则按违抗军令处置。就不该让你知道我的住所，我这点好茶又要被你喝光了。这批次的茶更加浓香纯正。我慎走了。我何时说要送你了？不白喝你的。知道你喝药怕苦，一物换一物。这一盒蜜饯换我一盒好茶，这就是你的君子之风。身边有个蛮不讲理的任安乐，还有个狐狸心肠的你，我这君子啊，很难不是近墨者黑啊。怪我了。这花苞湛蓝如玉，清雅俊丽，想必盛开之后也是极美的。这是我为子园种的长丝花。长丝花在靖南就极其罕见，到了京城更是难种。还是你做的事情最合紫云的心意。与你比起来，我送到岱山上的那些礼物，倒是更加一厢情愿了。
寒夜，紫元的安危我守护了10年，他此次奔赴战场，如果他有什么闪失，我定不会饶了你。你放心，我定会以性命相护。只是，我若是在战场上殒命了，也请你继续守护紫元。你也不能死。你若死了，我这些茶叶不都白白浪费了吗？君县城守城主将唐师见过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如今边境战况如何？回殿下，如今大晋西北只剩青南和我们君县2城尚未失守。青南山是西北边境最重要的军事隘口，若是失守，北秦便可长驱直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君县城则是最大的民用隘口，我们必须守住了，才能为青南城备战赢得时间。殿下和安宁公主肩负着整个大晋的存亡。国战将起，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大晋的存亡。可眼下这般士气，如何守城啊？诸位，我是大晋的太子，我奉陛下之命前来守城。陛下，您是太子我既然来到此处，定与诸位戮力同心，人在城在，保我山河，护我子民。是与殿下共进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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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将军，骆大人来信。原来他叫漠北，北秦皇子。皇子怎会甘愿做侍卫，还卧底多年？他的生母是宫中杂役，因此不得北秦王喜爱，又因出身卑微，受尽旁人唾弃。这片土地不是便会被战火所席卷，全是我的错。将军，这不是您的错。将军，新到的书信。太好了，太子哥哥抵达了君县城，紫元也在路上了。白征，让将士们鼓起劲来，等骆明熙的援军一到，我们必胜无疑。是。两国交战，不知又有多少人会流离失所，也不知安宁现在如何了。唯有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才能避免更多人受到伤害。正是。
我们要加快行军速度了。是。大人，前方发来一封密信。靖南军队行军途中遭到北秦军队埋伏，随我调转行军方向。大人，前方就是秦南城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弟子元在军县城被围，我们去营救他。大人，我等奉陛下谕旨前往支援秦南城，若非有军令下达，我等殊难从命。秦南城还有安宁将军驻守，还可以拖延几日，但帝大人等不了。这是军令，陛下任我为中郎将，负责的就是调兵遣将。尔等谁要不从，休怪我军法处置。走。小姐，你受伤了。无妨，北秦军战斗力果然很强，继续。是。